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如果手机不小心掉进了水里，真的是让人揪心。别担心，今天给大家分享手机进水之后的处理方法，让你的手机立马可以完好无损。手机掉进水里的那一刻，我们要保持冷静，迅速的把手机从水中取出来。注意，动作一定要平稳，不能够剧烈的晃动手机，也不要去甩动手机，否则水可能会从手机的内部流动，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。我们取出手机之后，把手机平放在桌子上面，也不要把手机立起来，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水再进入到我们的某个零件里面。如果发现了手机进水，捞出来第一件事情，需要把手机立马关机。以前手机我们可以直接断电，现在的手机我们是没有办法断电的，唯一的做法就是立刻给手机关机。关机之后，一定不要尝试的给手机充电或者是开机的。一旦手机通电，会导致手机的内部元损件。我们这个时候取出卫生纸，要把手机表面的水分多擦一会儿。手机表面的水分完全擦干之后，把手机放到我们的大米中。因为大米特别的干燥，它具有非常强的吸水性。我们把手机放到大米中，大米可以把手机里面的水分全部吸出来。因为大米很干燥，而且有很多的粉末，具有非常好的一种吸水性，可以迅速的吸收我们手机内部的一点水分。可以把我们的手机放到大米中，大约放置2个晚上，再把手机拿出来。如果是手机进水不是很严重，这个时候我们的手机就会恢复如初，就能够可以恢复使用。这个方法处理的手机进水还是不错的，特别的简单使用。这个方法我是之前试用过的，也是朋友推荐使用的。如果是我们的手机进水比较严重，在水里面泡的时间太长，那么这个时候建议朋友们把手机放到我们的维修店去维修。我们手机泡时间实在太长，所以呢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修复的。只有手机不小心进水，我们可以立即取出来，自己可以修复。进水时间太长是不好修复的。手机进水了，黑屏了，这个时候该怎么处理呢？如果手机黑屏主要是主板损坏导致的，这个时候可以去专业的手机店去处理一下。通常的情况下，我们不需要更换整个主板，简单的修复就可以打开机。对于进水导致的主板问题，故障都是由主板供电线路腐坏，导致了主板有短路的线路。当然，如果我们发现了手机进水，应该立马关机的，送到手机店去维修。手机黑屏，屏幕损坏导致，这样的情况需要我们修复屏幕。正常情况下，手机是能够进水导致屏幕损坏，手机屏幕或者是屏幕曲面，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排压方式来修换屏幕。进水损坏的屏幕一般都不会损害显示屏，只会有排线腹泻，会导致我们的屏幕不显示。所以我们可以维修，通过专业设备来排压进行修复。那么你知道吗？手机摄像头有雾水，这个方法该怎么去处理？手机摄像头进水了，有雾，可以导致2种。一是手机在雨天潮湿环境中进水，导致水汽渗入了摄像头里面；二是手机掉到水中，水直接会进入摄像头内部。这2种情况，哪一种情况如果不及时的处理，水雾会严重的影响到摄像头的质量，拍摄出来的照片、视频模糊，一点都不清晰，会出现水波纹的情况的。而且水雾会导致摄像头内部的电板路受损，
会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。手机摄像头进水物的处理方法：一、需要立刻的关机，取出卡和 SD 卡。发现手机摄像头进水，首先做的就是关机，防止电流通过受损的电线引发短路。取出卡片能够受到结损。二、吸干表面的水分。我们使用毛巾、卫生纸擦干手机表面的水分，特别是摄像头附近的一些水分以及表面的水分。注意不要用力的去压，以免水分进入到手机内部。三、使用干燥剂吹风干燥。将手机放入一个密封的塑料袋中，然后袋子里面放一些干燥剂或者是硅胶干燥剂，这样能够有效的吸收手机内部的水分。如果没有干燥剂，可以使用吹风机对手机进行干燥处理，但是需要注意冷风，需要距离是30米以上，以免高温损坏了我们的手机。四、摇晃手机，把我们摄像头里面的水分给激发出来。手机干燥的过程中，轻轻的摇晃手机，可以排射出摄像头里面的水分，但是幅度不要太大了，以免会损害我们手机的零件。五、等待手机完全的干燥。处理完以上的步骤，我们需要慢慢的等待手机完全干燥，这个过程需要等待好几个小时。具体的时间取决于进水的程度如何。等待的过程中，我们把手机放到通风的地方，避免阳光直射。六、重新开机检查。手机完全干燥，尝试着重新开启一下我们的手机，再看一下摄像头是否恢复。如果拍照清晰啦，就可以好了。如果是拍照仍然有水波纹不清晰，就要送到我们的专业维修人员去修理。手机防水的原理你们都知道吗？我们在学习手机进水该如何正确的处理时，先搞清楚手机防水的等级，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去处理手机进水的方法。手机防水得看一个 RP 的指标， P 后面第一个数字代表着防尘等级，有0到6种。第二种数字代表着水防等级，有0到8种，共9种。也就是说 RP 数字越大，代表的防水等级越高。如果是 RP68， 则代表着最高等级的防水防尘，能够完全的阻挡粉尘进入，而且在一定的压力下长时间的进水。那 RP 等级越高的情况，意味着手机就能够完全防水呢？这种方法其实不可靠的，我们还要看手机对防水的具体说明。有些手机虽然是高等的防水，但说明书还会做出声明，可以防溅、抗水、防尘，防水持续最多为30分钟，甚至有的手机会特别的标注对水的深度、温度、流动性，说明了超出这个范围，防水功能不做真正的防水。我们都知道，所有的手机元件都是怕水的，手机上的开孔也很多，像电源、耳机接口、红外线接口、放外线接口等等，这些情况都要做到防水的话，要减少手机的开孔是一个直接的有效捷径。能不能开口不开口，不能避免开口该缩小的缩小，而取决于手机。所以平日里面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手机。关于手机的如何去修复手机进水的方法分享好了，需要的朋友们可以试一试，这个方法特别的简单实用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好了，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